嗨，我是小迷。这支影片是这一趟札幌旅行的最后一集。北海道啊，真的有太多经典的甜品店。这一趟吃了超多甜点跟汤咖喱，整个人胖了一圈。4月底到5月初是北海道的樱花季，我刚好呢在最后赶上了樱花刚开的时候。而且啊，新三大夜景的早岩山呢，也在4月底重新开放了。所以这一集呢，就跟我一起在札幌吃美食、看美景。大家如果想看我去哪里玩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现在要去二条市场，这个人要买帝王蟹，很大只，日币1万，在台湾一只要台币1万呢，好贵哦。因为我没有特别爱吃螃蟹，所以我就会觉得真是不可思议，竟然有人愿意花这么多钱吃螃蟹，人间美味，非常好吃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看看有没有店家可以直接吃到螃蟹。我们到了二条市场。3种蟹，帝王蟹、水蟹跟这个 Hanasaki， 哦，真的哦，3种。日本語で言えば阿弥陀仏、南無阿弥陀仏。阿弥陀仏。阿弥陀佛。哦，すごい。少林的。少林寺。少林。It's 4 grams. Okay. And this is the vinegar for crab. Thank you. 说到北海道的伴手礼，最有名的应该就是白色恋人了吧？我们来到了白色恋人公园 Shiroi Koibito Park， 整个园区啊都是欧风的建筑，好像来到环球影城一样，气氛非常的欢乐，而且啊有超多精美的装饰品。这边还有介绍一些白色恋人的历史啊，牛奶巧克力跟白巧克力的差别之类的。耶，进来了，进来就会送一个饼干。这边有一个看板很可爱，就是让大家投票，看你是比较喜欢左边的牛奶巧克力，还是右边的白巧克力。那两个都喜欢的就投下面的这个どちらも好き。那我这个有选择障碍的，就是投都喜欢。我妈妈呢，则是喜欢牛奶巧克力。果然呢，喜欢牛奶巧克力的人还是比较多耶。里面啊，还可以直接看到白色恋人工厂的整个制作过程。今天已经做了10万多个，超级多。好香哦！ホワイトチョコレートとラングドシャク式の運命的なデザイン。
他们好辛苦，我看了我都觉得好辛苦。他们有领薪水。对啦，但我还是觉得好辛苦。那我们就去下一站吧。好。Go。楼上是咖啡店，楼下是伴手礼的贩卖区。那这次来这个白色恋人公园呢，主要有一个很想买的就是这一款当店限定的白色恋人红茶，我觉得超级香。它的红茶是有那种巧克力的香气。很漂亮，很多人都在靠窗的位置。对啊，那边很漂亮哎。有2个人起来了。怎么样？我们要不要进去？走吧，进去吃吧。好啊。再来呢，整个园区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间咖啡店，因为啊，它的窗边座位是可以看到整个园区，还有很远的风景。来这里一定要点这款白色恋人圣代，搭配当店限定的白色恋人红茶，就一边看风景，我觉得超级幸福。吃到一半啊，突然听到外面有一个音乐，园区啊竟然开始放泡泡，好可爱哦！4階です。4th floor。下一站回到札幌市区，在李小路这边有一间很低调的水族馆，空间不大，夜晚的时候啊，里面的灯光很暗，然后很安静，我觉得很适合给那些想要放空沉淀的人。整个水族馆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里的灯光设计，好像在做梦一样。上一集影片啊，吃了网友推荐的那个 Soup Curry King， 那这次呢还有另外一间也是网友留言推荐的
整间店的设计很特别，好像来到东南亚一样。这2间啊，我觉得都很好吃，但是这间的汤头感觉更浓厚一些。我选辣度时，吃起来大概是台湾的小辣到中辣之间，真的很好吃。再次感谢网友的分享，大家如果有其他推荐的好店啊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哦。嗨，大家，我现在在圆山公园，然后北海道圣宫这边。上周有来，然后那时候就是一整片全部都是枯的，现在整个盛开了耶！你看后面就是有满开的樱花，很漂亮，然后很多人在这边赏花。1周前的北海道神宫这一带非常冷清，没有樱花，没有摊贩。樱花开了之后啊，就感觉像是春天来了，人们呢就像小动物一样开始苏醒活跃起来。我们在其中一摊买了味噌关东煮，真的是便宜又好吃。这个味噌蒟蒻啊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吃10个吧。我觉得日本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地方，就是能够感受到1年4季的变化，像是春天有樱花，夏天有花火，秋天能赏枫，冬天可以滑雪、泡温泉。感觉每一个季节都值得期待。这2只乌鸦在觊觎我的判官饼要干嘛？要干嘛？很大只接下来我们就从圆山车站前搭公车前往早岩山。终于到了早岩山啊，应该算是我这一趟最喜欢的景点之一。我因为想要看到白天黄昏到夜晚的变化，所以就在5点半上山。外面因为太冷了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先在室内买了热茶跟小点心。那窗边呢，就可以看到不错的风景。我现在到山顶了，然后它就是360度的视野，超级好，很厉害耶！那边有一个钟，就是好像什么恋人圣地之类的，
就可以上去敲钟，在那边。我觉得还蛮值得来的，因为我之前去函馆啊，就是函馆夜景真的很漂亮，可是人就超级多，但是这边人就没有那么多，我就觉得还不错，而且离那个札幌市区很近，就大家如果来札幌，真的可以上来看一下。大家如果是冬天来啊，一定要做好保暖。今天只有4度，然后风又超大，我的手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。そうそう。今ここ何度？こっち背景というか。真的很美，感觉啊，很像坐在飞机上看地球表面。